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立委李胜峰老师，钳子好，大家好。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钳子各位观众大家好。好，725人民要上街头抗议，我们的食品不安全，我们吃的不安心。可是民进党到底有没有反省呢？从卓荣泰的回应，大家可以一窥真相，来听听看。院长怎么看韩国瑜725也要上凯道？预算审完了吗？他说预算审完了吗？意思是，你工作没做完，你怎么可以上街？这就是民进党政府他表达出来傲慢的态度。我们看到民众当然也都看在眼里呀，所以网络上大家对于这一段话怎么回应？他说民进党就是怕人民上凯道啦。你看到我们的环境，来猪来牛、绿蛋、革米、苏丹红、核能、核食、能量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台湾。还有另外，立法院就是拿来监督行政院的啊，你脸皮真厚啊！你可以去辅选，再也不能去游行吗？游行集会是人民的权利，所以你看到民众就问你，问你这个对于在野党或者是人民上街头有什么感觉？你直接讲说预算审完了吗？预算审完了吗？那我就要问你，卓荣泰，你致癌毒油的流向查完了吗？台湾少子女化解决了吗？跳票社宅盖完了吗？房价压下来了吗？打诈成功了吗？毒驾频发你解决了吗？低薪的环境你改变了吗？我念都念不完呐，所以你要问我，我还要问你呢。那另外我们看到呢，林佩祥他是国民党团的书记长嘛，他说应该要让卓荣泰来看看人民的怒火，所以他们打算邀请卓荣泰来。那庄瑞雄是说，可以理解韩国瑜啦，他很为难啦，他是勉强答应的啦，那这个现在到底是谁在执政？赖清德把自己当在野吗？现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卢妈妈，所以卢妈妈现在是总统吗？你真的搞得我好乱呐！这个赖清德总统昨天有讲，他说食安问题没有蓝绿，必须中央跟地方依法分工合作。讲了也是白讲，我们当然知道啊。可是你是总统，你是执政党，行政权在你的手上。郑丽文今天接受访问，他说赖清德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就是把这个精髓完完全全讲出来了。10年来，我们对于食安的预算越给越多，越来越高。可是，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卫福部现在说，对啦，我们的查验能量不足。王玉敏就说，50亿呢，50亿打水漂吗？包括你看到2016年8月，蔡英文有讲他说食安预算明年会提高5成。2017年赖清德那时候做行政院院长，他说今年食安5环的预算是45亿，明年编50亿，钱一直往上堆叠。陈时中那时候有讲说要盖国家级的食药实验大楼啊，如何，那个时候也提到的本偏比可是到了2026年，我们看到我们全台湾只有3家，石崇良说，查不了啦，查验能量不足啦，所以前面都在干嘛呀？王玉敏就说，大家要问10年来投入的人力、物力跟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10年一场空，毒油事件就是照妖镜。来请教李胜峰委员。人民听到刚刚主持人的讲话，我们应该是感慨万千非常非常的愤怒。这个政府只有一句叫摆烂，摆到极点。我特别去把它整理了一下，民进党执政的这10年来，在食安的部分总共花了多少钱？就是第一个，把年度预算，而且只锁定在食药署的预算 ，OK， 再过来就是特别预算，合起来假如这10年来我们的前瞻预算合起来在食安是74.9亿，将近75亿。还不是50亿而已然后政府的预算里，那合起来呢，大概有140亿左右。那假如把跨部会的预算再加进来，所有的跨部会，比如说你课涉到农委会哪里，这各单位呢，因为
它不是只有10钥匙吗？这样合起来大概有将近800亿的预算。亲爱的朋友，800亿，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10钥匙的本身就140亿左右，不包含前瞻预算的将近75亿，合起来是215亿。但今天双手一摊，告诉你什么样子？我人力不足，双手一摊，好像一副大家都不配合你的样子，钱编给你了。今天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是用毒油去炸花芽的马铃薯，配苏丹红的佐料，哇，作用哎！台湾人的体格真好，不小心还要吃到呢莱猪的炸猪排跟美国进来毒牛的牛肉面，是这样子吗？所以今天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莱猪，你现在知道你吃的是不是莱猪吗？是不知道，谁知道？那政府不是要管控吗？请你告诉我怎么个管控法？只有管吗？不能标志，不管怎么有吗？不知道，这个完全真的不知道。整个台湾的社会处在被欺骗的环境中，任你脚踏的，任你操大，台湾人算什么物件？在你民进党的心目中，咱是算什么物件？敢会使投票给你做高高在上的总统？我们人民能做一个悲愤悲屈的一个非常卑微的人民吗？7月25，人民当然生气嘛。我最后只要想，请在野党加油，几件事情。725以前要明白的提出诉求，而不是只有愤怒。第一个，怎么赔偿？所有买过的人，不是来退货啊，说你买500，我退你500啊。我买过的人，我所有高的呢，只要我提出勉强可以证明的证据，就应该怎么赔偿？是应该赔偿吧？第二个，政府应该带头，或者民间团体应该带头，集体向厂商要求什么？要求集体诉讼嘛？对，集体诉讼。这是执政党应该要做吧，在野党应该要做的事情。现在不是只有骂，要有放。第三个，怎么来告诉我，现在放假货架上的这一些油是安全的？对，今天又有一些新的，你有看到？是吧？像那个什么苦茶油都有，苦茶油，而且还是有机的，还号称有机的。那我在想，是不是不是纯粹的苦茶油，是混油的？不知道，不然怎么问？我们也不知道啊。还有大家厂商自己很负责任的自己挤花自己。你告诉我，我们的朋友再来，再过来，你能不能用这样的经费做一点试剂给我们？我们买了，我们至少像当时快筛一样，可以测一下，我可以刷一下这个对行不行？你告诉我可不可以嘛？能不能做嘛？我没有办法精密的，最起码我可以做到这一些的吧。再过来，该有人下台吧？还不要脸的坐在那里，还在那边讲风凉话，还讲鬼话，预算审完了没有？主持人大在问，事情处理好了没有？今天已经多少天了？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产生有问题的油是在制成，是在豆类，是在包装，到底是哪一个环节？你现在知道吗？还不清楚，还不清楚你怎么还好意思讲那一种令人愤怒的话呢？人民不上街头，好像对不起你耶。人民不上街头，好像你们不以为然呢。其实国民党这种尿性就是上了街头他们也无所谓啦，他们也不怕哦，不怕啦。所以你怕，为什么他们会怕？你去看，还现在民进党的那个30的铁票有动吗？没有动，没有动，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社会确实有一部分的人深信民进党所讲的每一句话。你要不要相信？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你继续纵容他，先低压走，先降不好啊。
台湾人无对不起民进党，民进党尽力脚踏咱台湾人啊。的确是。那没有对不起，14年就让你执政了，20年到今天你执政了10几年了，18年呢，对吧？26年执政了18年，你还有推诿的责任吗？你还有推诿的理由吗？完全没有。是该跟民进党算一笔账的时候了，没错。会记住你，先验不老，先低压造，不要让以为你支持了民进党，是你对他的认同和忠心，你的认同和忠心的投一票，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莫甚于此啊！是，当人民走上街头，对这个执政党来说就是很丢脸的事情。可是我们看到执政党还在笑，民意代表还在笑说啊，你上街头，他还在讪笑我们。老师，把毒油吃进肚子的，不会只有蓝营的朋友，也不会只有白营的朋友，不会，绿营的很多朋友也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不会没有意见的啊。7月25号，很多人要走上街头。我们现在看到，在网络上也好，在很多的朋友圈里面，我们所听到的是很多人要表达他的愤怒，因为到今天为止已经过了多少天，这个毒油的来源是来自于哪里？到目前为止，业者自己还没有说清楚，政府机关也没有说清楚，也没讲明白。但是被查出来确实是有，确实有，而且很严重。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来的？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行政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代负职责，那都是代负职责。领导行政院的卓荣泰，他不用负责任，他还在讲风凉话，他的态度还是这么的倨傲，这么的粗暴。我再强调，吃进这个毒油的后遗症很多的，未来癌症搞不好一直一个爆发出来。台湾现在的癌症的几率算低吗？我的亲戚朋友今天到处听到了，都有这个癌症那个癌症。台湾已经变成一个癌症，难道是偏低的，还是中等，还是高等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给大家一个交代嘛。很多医学中心都有癌症的资料嘛，它可以来做对比，50年前、30年前、20年前跟现在哪一个癌症的几率比较高？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跟大家讲。现在的情况就是毒油吃进肚子的几乎是全部的老百姓。政府没给大家一个交代，也没有查清楚来源，所以受害者不只是老百姓受害者还有很多业者使用这个油的业者，吃这个油的老百姓受害，使用这个油的业者也受害。所以盛峰兄他说，这应该要追讨，要追究责任啊，要索取赔偿啊。那到现在问题就在于求偿无门，到底要向谁求告？业者中联要不要负责任？政府机关食安部门要不要负责任？行政院要不要负责任？总统要不要负责任？大家都在问你说谁来负责？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来负责，没有一个人来负责。我们相信7月25，很多人走上街头的时候，可能很多绿营的人，他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他不走上街头，可能，但是也可能有一些他们认为看不下去了，他也走进街头了。所以未来走进街头的，不会只有蓝营白营，也可能还有一些绿营的朋友。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深绿的朋友们，难道他们真的很愿意把这毒油往肚子里面吞吗？我不相信。我相信深绿的朋友，他不想吃毒油，他不想吃含莱克多巴胺的牛肉或是猪肉，他不想吃有辐射的这些食品，他不想吃任何有毒的食品。所以他现在在看的是他的同党的，他所支持的这个政党，他所支持的这个政客，他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作为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们现在一定很失望，因为我们所听到的、所看到的，他们内心里面都很失望，就是说怎么这样搞，怎么搞到今天，什么消息都没给我们，什么情况都没给我们知道，怎么到现在都还在推诿责任，而且还这么的倨傲？人民不是没有作为啊，人民可以有作为啊。观众朋友，不管蓝营、绿营、白营，今年2026年，你一定要让执政党一个教训。今年先让他一个教训，如果他今年的选完之后，他还不悔改，还是继续的这么的粗暴，继续的这样子践踏台湾人的话，那我们2028年，我们有能力，我们真的有能力，只要大家诚心合作，团结起来，一定有办法让他们好好的回家去思考、去反省他们自己
犯了多少错。我补充一句，好，我得到了一个消息，是希望政府能够来证明，因为只要海关总署出来就证明，这一批黄豆听说是本来进口大陆被大陆拒绝退货退货的，哦被拒绝，然后用廉价的方式，我们放宽标准让它进来的，是哦，是不是？好不好？我这样讲，我今天提出这个质疑，请政府相关单位先证明。哎，这个不用实验了吧？对，这个只要查单就有了嘛。这个是委员得到的一个讯息，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查证对我们也借着这个公共平台，让相关单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传言是真的是假的，也请相关单位可以去做一个源头的调查到底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就超级黑心的啊！来，建中老师。OK， 我觉得提出这个质疑，我觉得太棒了。那我觉得这个线索应该要去追踪。我复议啊，这个太重要了，要去追一下。我们现在我们还不确定是真假，是要去追一下。所以说提出质疑嘛。好，那现在我也这个追踪行动一下，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你有理性，如果你够客观，台湾现在发生的事你不痛心才怪。这非常奇怪的哈。我先讲，但是台湾人民就是不清醒啊，你怎么讲都讲不进去啊，他都听不进去啊。第二个，这个民智其实在台湾整个民智啊，它算是民粹，民智是不开的，所以你怎么说也说不通啊。要不然过去有好几个公投案啊，莱克多巴胺大家都在吃，我们现在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有问题的这些猪或牛。请问一下，当时公投是发生什么事？是人民愿意吃啊，不是吗？何氏知道我们将来会没电，是愿意要停啊。这就只是一个理念问题。我先讲一下哈，执政党真的很聪明，他们现在执政哈所要的不是为民服务，他这个东西不是重点啊，他只要形式对立，取得对立能够取胜才是他的想要，不是这样吗？所以你看他的话语，他的整个行动都是这样在走啊。这有时我想到，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讲川普做人不道德，各位想一下，川普那3招，请问现在执政党所用的这3招有比他还弱吗？第一，不管在野或在执政，不断的攻击对方，攻击再攻击。第二个最重要叫死不认错，请注意一下，请问现在执政党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他有认错道歉吗？所有东西只要一发生了，在野党的错，在野党的错，在野党的错，死不认错。第3个永不认输，你有没有发现，行政院现在说，哎呀，就是立法立得不好，要修法。这个法不是早就有了吗？我们也都知道，过去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不是也就是处分了厂商，而且还有人因此而道歉下台吗？所以我跟你讲，认错在我们从小认知公民与道德就是一个道德行为。现在这些人死都不认错，他就是一定要把对方打倒。所以现在这个问题真的非常严重，也就是当然我觉得真的讲得非常好，这个4个字真的我们必须要把它强化一下。过去有人说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呢他是真正的被误导的去食这些真的台湾的毒物。这样子的台湾人未来，请问会产生什么样的未来的后果？包括我们讲的我们的健康问题，我们的下一代子孙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必须再强调一下，台湾人民必须清醒，台湾人民民智必须要开阔，否则的话，台湾的未来真的是非常堪忧。对，民智要清醒，要开阔，就多看看我们的国际新闻来关心现在国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跑去马尼拉访问，结果好多人来跟他抗议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个是在这个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手举抗议的标语，上面写着“战争罪犯不受欢迎”以及“抵制川普，抵制卢比欧”。那当然也有维安的警察在现场跟民众有一些肢体上面的冲突，那中间也夹杂一些摄影记者所以场面看起来是蛮混乱的。卢比欧看到这一幕，可能心里也不是很开心，我来这里，然后你对我好像不是很欢迎啦那另外看到一个紧张的气氛我们看到东协的外长会议，这2个人这是王毅，然后这是菲律宾的外长拉扎罗，2个人握手，可是表情有点僵硬呢请导播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握手的时候这一刻。好，你看他最后讲了一句话我们2个距离有点太远了，才化解了那个稍化解的尴尬的气氛。握手的时候表情很僵硬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
菲律宾最近真的是在海上啊频频有冲突，所以王毅啊他就谈到仁爱礁的冲撞，并且警告借外力挑衅滋事只能自吞苦果，这话讲得非常硬。包括日本跟中国大陆的互动，外界看得更仔细。日本外相本来会有一个中日韩外长会议，可是王毅直接缺席，他直接不来，直接 no show 所以你看到只有日本的外相，还有南韩的外长出席，然后华春莹他是发言人改由他来上场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态势非常非常的清楚了。而美中外长会谈 focus 也在这里。中日关系啊，卢比欧就说，很担心中日的关系恶化。那另外我们看到日本还担心一个国家，还提防一个国家，就是俄罗斯。最近它的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飞行11个小时，所以日本说，这个是恫吓在我们的这个各个方方面面这个飞行了11个多小时，他们觉得这个很可怕所以就是在这个不管是在媒体上面啊，或者在外交的途径上，他们都做出了一些宣示。另外呢，俄罗斯的外长将在今天会见美国的国务卿，要谈什么呢？这个状况我们都会掌握。不过还有一件事情，美中到底关系近还是和，其实都有竞争也有合作。所以你看到卢比欧跟王毅会谈90分钟，重点在哪里？为习近平访美铺路。9月底的访问很重要，外界也在关心。所以卢比欧说，我们在这方面谈了很多。不过大家要知道卢比欧的背景，他曾经是华盛顿对华最鹰派的声音之一，所以他曾经被中国大陆给某种程度的限制制裁他。如今王毅跟卢比欧见面，两个人buddy，看起来比跟菲律宾的外长见面还友好所以可能是在缓和美中关系，为下个阶段高层交往铺平这个道路。而另外就是商业的一些贸易，200架波音大单上一次答应人家的，现在说是卡关了，为什么？说是传出北京说，我可以给你买飞机没问题，可是我们自己做的大飞机的引擎这个零件你要长期供给我你也要做出保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自己在做他们自己的商用大飞机，那在引擎方面的技术，它还是要仰赖美国所以陷入了僵局。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智库怎么讲，他说川普希望习近平访美，美中11月前会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农业的协议，因为川普有其中选举他农业州这些人他要照顾俗称红脖子这些人，所以11月那这个美中选举前他必须要达到一项农业协议，譬如说大豆啦玉米啦这些农业协议，如果没有采购的话，它的基本盘可能会松动。老师。欢迎美国卢比奥到菲律宾来的是菲律宾的政府菲律宾的总统、外交部等等的，但是不代表菲律宾的民众都欢迎美国卢比奥到菲律宾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菲律宾它的目前它的最大的在野党就是沙拉这个杜特地它本身目前的民望的支持度高达49%。如果没有被小马可斯用黑手做掉的话，他的明年的选举是稳操胜算。第二名完全没有办法跟他拼，而他的整个支持者基本上是非常对美国不以为然的，所以是反美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搞坏了这个南海的关系，美国搞坏中非的关系，美国去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所以他们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国把整个世界搞乱了。因此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他们站出来，这个也是客观的事实。所以我觉得美国目前来讲，他能够拿到的就是现在的执政的在野党，现在的执政党小马可斯他们对他的支持。可是等到明年如果换届的话，那美国可能就麻烦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不想让沙拉上来，这也就是菲律宾目前跟美国很有可能会上下其手的一个大家的隐忧。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担心沙拉是被做掉目前来讲小马可斯看起来也想用黑手把沙拉做掉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未来菲律宾会不会爆发内战，或者爆发内部的很矛盾的南北的冲突，这个大家都会很担心。
那现在的情况是，王毅见到菲律宾的外长，他就直接很坦率的跟菲律宾的外长说了，说你的外交部也好，你的商务部、贸易部也好，农业部也好，都想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而当我们两边的关系越来越好，对话机制也都建立起来了，怎么每一次一建立起来就爆发了军事这个岛屿上的冲突？这个他就直接点名了，就是你的军队跟你的警察这些负责人，就是国防部部长被中国大陆制裁的国防部部长，还有你的警政的这些人，他们出来闹事嘛，那就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人代表美国人的利益，然后来闹事，而且直接就跟卢比奥讲。直接都讲，因为现在讲话都很坦率啊，这个就是有建设性的、坦诚的对话啊，都很有建设性，就直接跟卢比奥讲了，你域外国家不要插手南海的事，插手也没用啊，你怎么插手啊？最后你只有自己要认倒霉，因为没有你的空间，你也赢不了这场战争。对于台湾的东部海域的事，卢比奥也讲话了嘛，王毅讲的就更白了啊，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那你插手来管的话，那未来能不能去谁晓得？所以中国的态度很明白，就是话没说死，但是永远有空间。也就是说，你卢比奥你现在承受的是啊，这个你的总统川普的命令，说一定要促成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去。但是问题就是，大陆说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谈，但是你要创造环境、创造条件，环境条件不好，那就不要谈了。另外，我们也留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日本现在卢比奥也在提醒日本了，目前中日关系很紧张。那大家都知道源头来自于高市早苗，那你高市早苗要不要收回你的话？那如果高市早苗收回他的话的话，那赖清德们怎么办？要哭吗？还是要躺在地上耍赖呢？我也不晓得。那问赖清德，如果高市早苗真的把这个话收回来的话，那我不晓得啊，这些主张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他要怎么去处理？不过，俄罗斯现在直接就告诉日本了，他没有忘记1904年到1905年间日本对于他的远东基地的偷袭，也就是说，之前日本跟俄罗斯签订了和平条约。和平条约，永久和平条约签订完了，俄罗斯把北方四岛送给日本，条约换北方四岛，结果日本北方四岛收了，结果去偷袭这个俄国的远东舰队，把俄国的远东舰队整个打败。俄国到目前为止引以为耻，所以他永远要报仇。因此，当俄国介入这个对日抗战的时候，对日战争的时候，他在北方四岛这个战争最激烈，杀了日本人20万人，把20万的日本军整个都歼灭。另外，除了这个以外，现在他看到小泉这个进次郎说我们要发展核武，俄罗斯就告诉你什么叫核武，所以他的战略轰炸机在这个地方绕11个小时。战略轰炸机上面装的就可以装核弹，他就告诉你，我可以把你整个日本用核武炸烂，你试看看，你敢再发展核武，敢对俄罗斯在实施偷袭的话，你看我怎么毁掉你这个国家。所以真的是恫吓，没有错。那是恫吓，所以日本吓得我好怕，我好怕。好，来盛峰老师，在历史里，日本大概对2个国家最忌惮，一个就是美国，因为他战败了，而且被狠狠的把它给压制了；一个就是俄罗斯，当年的苏联。日本人只要回想起当时战败之后被到西伯利亚去的那一段日子，大概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噩梦。所以对日本这个民族，我最近又在重看日本的战国史对日本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只永远尊重压服他的强者。对中国他们一直不服气，那个是不服气展现到现在的态度是什么？他不是不知道中国的经历，也不是不知道中国的实力，而是充满了焦虑。我这一句话再重新讲一次：8国联军的时候，7个白人，1个黄种人；第1次世界大战国联开会的时候，4、5个强国都是白人，只有1个黄种人。第1次大战结束以后的海军，华盛顿的海军会议，只有3个国家：英国、美国跟日本。哎呀，那日本总觉得
一个亚洲的日本是西方的一份子。同样的道理，今天的 G7、G8，一群的白人旁边一个日本人，所以日本一直认为亚洲是我日本人讲说了算的亚洲。经济的发展叫做雁行理论，就是我就像雁一样飞在前面，其他亚洲国家是跟着我在后面的。当时的亚洲国家哪一个不以学习日本为荣？产业治理，哇，一切都日本最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日本，最近这几年来非常强烈的失落感，因为那个燕子不见了。那不见了以后，面对这一种失落的焦虑，他用什么态度？他不是诚恳的来面对、讨论自己要在亚洲、在全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是以莫名其妙、大家看不懂的态度去挑衅中国大陆。我今天明白了，在这里依我的研究，明白了可以跟日本讲，中国大陆、中国人对于全球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容忍的空间，唯独记住对日本的情绪是没有空间的。就像一个汽油桶，发动飞机呢倒下去啊，马上就爆炸，绝对是这跟日本是不一样的态度。日本必须要深切的体会这一点。所以 COVID-19 就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日本把救援物资送到了中国，写出了那一句诗语啊，表达虽然我们有万山的阻隔，我们的情感是在一起的，得到中国人多大的窝心啊！因为认为中日可以用时间，可以用诚意，可以用互信来把历史的遗绪可以慢慢解决。但日本今天不这样做啊，你看着办。他不改弦易辙啊，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像菲律宾对日本是不一样，对菲律宾可以容忍，对日本，记住，华人飞机掉落啊，对爆炸。的确，来请教老师，聂老师。那个我这个也稍微从我的认知了解一下，讲一下这个李登辉曾经在他《两国论》里面啊，曾经讲过这个雁行理论，就是刚才盛峰讲的。当然，他所有东西都是以这个雁的带头的这个，它像一个人字形嘛，带头这个就是日本，所有东西都一样。包括我们在谈金融也说，我们未来如果要有亚元，也是要有日币来带领。当然，这是当时李登辉的想法。那在那个时候 scenario 那种情境，其实日本的确在资本才还算是一个蛮强大的国家。可是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讲时势在变化。整个呢，过了几年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讲，整个亚洲区其实以华人为主，应该是成立华人币，不该以日元为主导。好，当日元还是够强势啊，当然最近它是贬值得很厉害。可是你知道吗？当2016年啊，当人民币加入 SDR， 叫做美日英欧人民币，它不断气势往上涨，而且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人民币才有这个机会，可能主导全球。最少是亚洲地方当做所谓的雁行之头哈，让这个补充一下。好，第二个呢，我要讲一下卢比奥这个人哈。卢比奥大家都知道，他在这个今年的5月13、15号是不是跟着川普去了大陆一次？他那时候名字不叫卢比奥，他叫鲁比奥，鲁哈就是那个鲁啊，一个鱼在一个日。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当时为他解套，因为这个人呢，就是刚才前面讲到，他是一个非常强烈在参议员的时候一个非常强烈的对华的鹰派的代表。所以他当时也有非常多评级中国的事情，那因此中国才会把它作为所谓入境的一个非常严格的管制啊。但是因为当然他们也希望和好美国，所以让川普来的时候才会给他改个名字。我必须说明，当时卢比奥的有太多了，不管是维吾尔族的，或者是香港或者民主法案对中国的一些这个打法，这个是让中国不能接受。后来大家也看一下最近的这一次的会议啊，我们看到王毅跟他的对话之后，你会发觉他有点改掉他昔日的这种强硬态势，而变得好像感觉非常友好这个态度。那重点呢，还有一个，他也强调到说这个中美的关系要缓和，那跟他以前讲的话不一样。我觉得当然有人会解读是为了9月要帮这个所谓的最上层的高层会议铺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现在非常清楚嘛，情势有改变嘛，我们都知道东升西降，这个此消彼长，整个美国的气势已经大不如前，而中国不管军事啊或者科技的力量已经超前。因此，我觉得现在的美国不管谁来对中国，包括川普对中国，也都要用 great 来用伟大来形容了。所以我必须说明，这个卢比奥的友好其实这不是真友好，而是他知道他的气势已经不
大不如前了。对，不过我们来看看中东的战火，看起来是全面扩散的，包括约旦的东北部哦，靠近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您看到这个空拍图，美国军事前哨 Tower 22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哦。这个空拍图都拍出来了，这座基地唯一的塔台是归约旦军方来管，可是两边呢是共用中间的跑道哦，所以也就是说，所有的美军这些战机啊要起飞都要由约旦控制的塔台统一调度。可是现在包括这个受到了损害，以及约旦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啊，这个机库就是飞机机库也被新一轮当然是来自于伊朗攻击的新一轮的打击被击中了，所以约旦现在可以说是伊朗锁定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那伊朗南部，那当然我们看到美军这好多轮的攻击是针对伊朗的一些基础设施，像是南部有一个桥梁被美军给炸烂了，可是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状况下，伊朗人已经把替代路线给建好了透过画面你看到这个连沥青这个柏油都已经铺上去了，就变成你把我桥给炸烂没关系，你把我道路给炸烂没关系我立刻就把它建设起来，重新铺这个替代的道路。那当然伊朗打到现在，世人都觉得哇，它的韧性很强这个民族非常的顽强你看美军再怎么轰炸它弄它都没有投降，而且看起来是越打越顺手。也有一个事情啦，美国中情局就讲，有可能是俄国暗中在协助伊朗什么事呢？我们看到像是波湾地区啊，有12个地方是 CIA 的据点，那伊朗就可以很精准的去打击这个 CIA 的据点，所以美方现在怀疑俄罗斯是不是暗中提供情报或者无人机，要不然他觉得怎么可能？那我可怜这么的准那川普还在用嘴巴做吓阻他就在警告其实他已经警告了大概100多次了，警告伊朗说，如果你在荷姆兹海峡开火，我会轰炸你的桥梁或电厂。其实桥梁它轰炸很多了，电厂的附近它也轰炸了那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中东就是我刚刚讲有扩散，这个战火有往外扩的趋势。除了荷姆兹海峡，我们看到红海这里我们看到记者拍到的画面是邮轮啊，邮轮来自于沙烏地阿拉伯的邮轮居然起火了外界就说这是青年军，他用弹道飞弹、巡弋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红海上2艘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邮轮级的邮轮那我们当然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都不想看、不想见到因为如果局势再恶劣下去，可能所有的这些海峡的通道啊、航行的通道都会受阻。那另外呢，这个川普现在传出来说要替沙烏地开核能大门，因为打了仗嘛，所有的国家都说，哎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核能，我就可以来自保了？所以专家就担心中东恐怕会有新的核武竞赛。因为川普去打伊朗，他一个很大的理由说，我不能让伊朗发展核武器。可是现在其他国家也想发展核武器啊。那如果川普批准并且鼓励这一些国家也用核子，也有核子计划，那天哪，整个这个中东的报复或者是未来的可能的这个武力的这个竞赛会让大家觉得很害怕。还有我们知道川普啊，他自己说他是这个和平使者，他不喜欢动武，他不喜欢战争，可是情况恰好相反，川普 2.0 他动武可能要来到8个国家了哟。最新的一个讯息是说，川普考虑对西非国家马利展开军事行动，他的理由是要打击他境内的盖达组织附属的一个团体。如果他真的动手了，那川普 2.0 第2个任期他打的是第8个国家。先看一下约旦约旦的美国军事基地被打，而且打得很惨因为美国第一时间不愿意报道，也不愿意公布他们的画面，也不愿意向老百姓解释他们的灾损，那干脆就由伊朗来跟大家做介绍了。所以伊朗公布的所有的画面很明确的，都是很精准的打到他所想达到的地方。后来美国他们自己分析说，几乎100%命中这个是相当可怕。那也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防空系统完全失效了。过去早就被传出来说，萨德系统在约旦已经没有效能了，然后现在连爱国者导弹也都没有效能，那就被整个这个伊朗穿透了，然后精准的达到。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美国在海湾地区整个地区
没有一处军事基地是安全的了。过去约旦因为距离比较远伊朗最远，对啊，所以他把大部分的主力的，还有战略性的，像包括 F-35战机啦，这种昂贵的这种战机，还有战略轰炸机啊、加油机啊，还有这些雷达啦，还有指挥中心啦，都放在约旦。所以过去在约旦是相对安全的，但是现在来讲，约旦已经是完全不安全了。而且约旦就在以色列旁边呢。对，所以它已经靠近地中海。对啊，它并不是靠近波斯湾这个地方，离得很远。而伊朗的无人机可以飞2000公里，而且还可以精准的突穿，可以精准的打到。那这个让美国的中央司令部目前来讲，他们非常的有点慌了。为什么？因为等于是美国的军人，他们没有一个地方安全的时候，他们到底要躲到哪里去？现在我们都知道，靠近巴林、科威特或者是阿联酋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没有住什么人了，他们的人都躲到民宅里面去，然后需要用武器再跑进去，然后就这样子不断的来回，这样的一个情况使美国的军事效能事实上一直在下降。而当约旦都被打的时候，美国已经证明了他没有能力在处理这些事情。我个人觉得，这个就是美国目前来讲他们高度犯错的一个原因。那 CIA 他所公布的说怀疑俄罗斯帮伊朗精准的定位美国 CIA 部署在海湾国家的情报据点，因为美国在海湾国家的情报据点，他的过去也担心被恐攻，也担心被伊朗打击，对，所以他们通常都是在建立很深的一个碉堡。那也就是说，他们的情报据点不会在这个楼面上的，是在地底下的。结果他们发现伊朗的打法是先用第一枚炸弹把它炸开，因为伊朗没有钻地战，没有像美国有那种钻地弹，伊朗没有，那他怎么办？他先用第一枚把你炸开，第二枚就直接穿进去了，而且能够这么的精准，那因此他们高度怀疑说，是不是俄罗斯有在帮他们提供这个导弹的技术，也提供定位，也提供这个 CIA 的情报据点到底在哪里？因为他们认为伊朗如何能够做到这么精准的情报，他们觉得只有俄罗斯才能做得到。现在的也门的胡塞组织，他开始要慢慢的介入了这场战争。其实这个就等于是在嚇阻川普，也就是说你最好再踏够一次，不然的话，那这个战争就蔓延开来了。他先告诉你，川普说我的说法可信的，所以他先打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原油油轮，所以沙特阿拉伯现在的油轮已经不走这条路线了，他改走苏伊士运河，然后绕过地中海，然后再送到南亚，好大一圈啊，好大一圈。那他目前因为他的油轮主要是送到印度跟中国大陆的，那现在变成绕一大圈，增加了运输成本。对啊，所以这个对沙特来讲不好。可是对美国也是坏消息，对全世界更是坏消息。为什么？因为如果川普真的去炸这个伊朗的基础设施，那他就全面封锁了。没错。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全台目光聚焦凯道，人潮汇聚，声音涌现。TVBS 新闻就在现场，及时掌握现场动态。1400新闻大白话，1900 TVBS 战情室。7月25日反独台上凯道特别报道，锁定 TVBS 56频道。请教盛峰老师。这样子，这个川普第2任以来，在伊朗、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索马利亚、中东这几地方打过仗，然后在委内瑞拉，在非洲的奈及利亚，所以总共7个了。那第8个很可能就马利。那马利他提出来是凯达，那我就说，凯达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怎么又冒出个凯达呢？是一个理由借口。是的，打凯达是一个理由，但凯达也现在势力形成了。凯达现在应该是到了第3波的成长，第1波被干掉，第2波、第3波。现在应该是到了第3波，现在的领导人是埃及人，是埃及的这个什么赛义夫阿德尔。那么这一个人的领导跟以往在领导这个又不太一样。过去的领导里面是宗教是唯一的凝聚力，但是这个人因为来自于金钟，受过正统的训练的，他的领导是相当采取的
组织式的一个领导。所以呢，现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个也门呢，还有这个索马利亚，还有西非马利，现在这一些通通都在成长很强大的凯达的力量。这个力量呢，各位再想一想，他的只要看到我讲的赛义夫啊，现在在哪里？是在伊朗。大家吧，那你又在看一个事情，当伊朗的新的革命领袖明白的告诉你一件事啊，我们今天是要以复仇为己任。所以所谓的复仇不是阶段性的，它是不管有没有战争结束，这是我民族的使命。所以我们再从凯达的现在所生长出来的方式，赛义夫这个主持人今天在伊朗，在以及伊朗的革命领袖提出了这样的诉求，我真的非常担心这场战争不论结果是怎么样子，恐怖主义啊跟恐怖战争将会是我们未来几年内面对的一个很令人忧心的事情。的确非常令人担心。我们进一下广告。全台目光聚焦凯道，人潮汇聚，声音涌现。TVBS 新闻就在现场，及时掌握现场动态。1400新闻大白话，1900 TVBS 战情室。7月25日，反独台上凯道特别报道，锁定 TVBS 56频道。时间留给丁老师。好，我先讲一下这个情报员的问题。我们知道过去讲谍报谍嘛，我觉得国与国之间要战争，其实最厉害的就是情报战啊。我们讲以色列有莫萨德，美国有 CIA， 真的 CIA 在全世界不管是收集情资或者做假新闻，这是最厉害的。所以他有办法在伊朗一开始把他的高阶将领啊，或一些核发研发人都能够各个集中，这是有原因的，包括的委内瑞拉的这个跨国绑架案。所以呢，他这个伊朗舰锁定这个12处的 CIA 区域，不管它是有多深多怎么样，能够击毁这个，对他们会有很大帮助。当然，这个必须讲说，伊朗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情报单去找到这些点？我认为没有，当然后面应该是有助力了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我最后还要讲一个东西，就是刚才师傅讲到这个7个国家已经数完了哈，对不对？不管从这个我们知道的委内瑞拉、这个伊朗或者也门等等等，一直到这个赖基利亚。7个国家现在要打马利，但我要讲说马利他打要师出有名，他好像也有名，就什么盖达组织嘛，刚讲盖达组织。好，盖达组织重点是它的区域分支是非常多，不是只在马利。为什么打马利？其实它都是有自己的利益。各位想想看，刚刚也讲了，就是因为它有丰富矿产、有铝，几乎每一次川普要打的都一定，他很聪明，一定有他在美国或他个人利益啊，有的时候他个人利益哦，所以他会去打这个地方，打第8个国家。那当然还有其他地方，当然那些其他地方可能没有他的大利益。我跟你讲，恐怖组织就是他的，我讲美国很多的借口打恐怖组织，恐怖组织也是人。